也学大家来搞个2025 Top 10吧。我没有选择新荣记和易桂河，是因为我只选2025我新吃过的餐厅。我选的这些都是味道牛逼，但是不装逼，没有意境，没概念的。第10名是荣哥烧鹅。荣哥烧鹅是我吃过最震惊的烧腊饭。首先，它的烧腊并不是以料汁为主，主要是以突出食材本味为主。特别是它的烧鹅，肉嫩皮脆，而且肉没腥味，真正做到能吃鹅肉的烧鹅。就大部分烧鹅其实不太能吃鹅肉，基本就是吃个皮脆。皮脆做好太基础了，我们从来都是要以烧鹅肉做的怎么样来衡量一个烧鹅做的到底好不好。荣哥的乳猪也是特别完美，皮脆，一点猪骚味都没有，而且不油腻。白切鸡也是海南鸡，每天从海南冰鲜空运过来的，肉有鸡香味，有嚼劲，而且刚好做到了骨头带血，但是鸡不流血的顶级火候。如果要做到半生不熟，口感散，有点鸡香味太简单，要做到肉质紧实，但是有鸡香味，刚好熟挺难。第9名是巴黎的米其林3星 KEI。 我为啥把它放在第9名？因为它惊艳程度不够，但是整个套餐来说，除了鸽子踩雷，其他东西都很稳定，而且也挺好吃的，就是完全跟那种不会做菜的只会玩营销的贵价餐厅是有明显区别的。他们家让我最惊艳的一道菜是鱼子酱，其实这个也不能称为菜，只能说它的拿货渠道确实牛逼，是我在全世界我个人吃过的餐厅里唯一觉得没腥味的鱼子酱，而且还挺香的。他电影里没吹牛逼，他这个鱼子酱确实是有渠道的。说实话，他这个鳕鱼做的只能说比国内和日本牛，但是跟荷兰安特卫普我吃过牛的比还是不够嫩，虽然没腥味，也不够鲜。当天踩雷的只有这道鸽子，口感不行，也没鲜味，好像还有点腥味。安特卫普那个米其林2星的生鸽子就比这个做的好太多。他们家算能吃的米其林3星，在我的脑子里，米其林3星只是吃环境和员工数量多的店。第8名是在福冈的烧鸡研究团。我给他们第8名是因为我当时吃他的这些小配菜特别震惊，像这个生的鸡胸肉吃着特别干净细腻。其他地方我吃过生的鸡胸肉是干干的，要不就是有俗味。有个不是我老观众的人去验证，说他们家没汁，你看盘子上都滴下来汁，而且我的每一串你们都可以看是多汁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有可能是他们家品控和管理还是有问题，忙的时候就不行。我是开门第一个去的，他只为我服务的时候烤出来的串确实都是多汁而且震惊的。我当时吃到了回填的鸡屁股和蹄灯，让我特别震惊。他家的缺点就是鸡肝和鸡胗处理的不够好，烧鸟店就看这2个东西，毕竟他还是没在名门学习过。我第一次吃出来，炸鸡也超级好吃，而且它的鸡汤面一点都不咸，很鲜，也推荐。第7名是在中环的麦恩记本店。他们家是真正做到匠人精神，汤头是真正做到清澈见底，鲜美，完全不像复热的。其他店我吃过的云吞面的汤都做的真的很随意，完全不想喝，感觉那个汤就比较粗糙。汤越清，味道越浓，越有本事。汤如果特别浑浊，味道浓，太菜了，真的。我为什么会觉得麦恩记牛？因为我吃过了大量日本清汤系的拉面，都各种吹概念，用多少种走地鸡，多少种手工酱油，但是真正出品的效果达不到麦恩记的高度。麦恩记第2牛的就是这个面条，完全不会断，也不会粘牙，而且能嚼得断，还脆口。其他云吞面真的嚼都嚼不断。为啥可能不是
虾肉和云吞来说，在麦恩记算比较普通的一个点，但是也是博如禅意，虾肉脆弹。我给的第6名是日本第3、东京第2的烧肉，他家是能真正做到和牛还不腻，而且没有膻味，带香味的，而且他们家的料汁调得特别好。套餐我没有吃过，我是选的当天最推荐最新鲜的肉的品类，套餐我就不知道好不好吃了，我单点是比较满意的。我为什么给了它7颗星满分的评价？因为我觉得和牛烧肉到它这水平已经到顶了。可能有人会说他家的预约难度并不是最高的呀，那可能没到顶。我觉得肯定是到顶了，因为他们家是有几个连锁店，所以就把他家的客源分流了，而且他家不太玩营销。难预约的店不一定比好预约的店好吃，但是一定会有更多的优越感。我主要是吃味道的，我不是吃优越感的，所以这招基本蒙蔽不了我的双眼。然后我个人现在不太爱吃和牛，我现在更喜欢吃中国的瘦牛，所以只给它到了这个排名。我更喜欢吃有嚼劲但是香的肉，而不是嫩的香味淡的肉。我的第5名给到一家荷兰的路边小店，他们家让我最震惊的就是夏天做熟的鱼能做到那么新鲜，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让我吃到直接吊打新荣记黄金脆带鱼的炸鳕鱼，直接是比安特卫普的还要高一个档次。最不让我理解的就是夏天能把鱼做得那么鲜，比那些米其林餐厅还要新鲜。说句夸张的，我在巴黎吃了那么多家米其林餐厅，没有几家鱼能达到我对新鲜的认知，还是1月份。他们家的蟹肉腿肉多新鲜，比我吃过的那些天妇罗的蟹腿或者什么帝王蟹的蟹腿新鲜太多了，完全就是可以大口的吃雪白的蟹肉。最主要的是夏天让我不能理解，所以这次我冬天一定要再探探他们家店。他们家的海鲜真的是就连夏天都全程无死角，太无敌了。我对海鲜要求特别高，国内除了新荣记，日本除了那些生的鱼，基本海鲜达不到我对新鲜的要求度，我基本就是吃一口就扔了，就包括很多就是国内的那些贵价餐厅。我今年吃到排名第4的餐厅是日本第6的寿司 Sakai。 我为什么没给日本第4的那个老爹进前10？因为那个老爹实在太求稳，而且也没啥特点，只能说不踩雷，没缺点。他说什么他调味很牛，也就是一个酸橘汁，都是我们认知内的调味，所以他那个寿司我没有吃到觉得震惊。但是 Sakai 的寿司，我觉得是因为他的高情商，而且他这个人特别会做人，所以他拿到的食材是日本最顶级的食材。后面的寿司部分不用他做，只用捏的，确实让我震惊，超级新鲜，超级惊艳。特别是青森县的金枪鱼，是我吃过最牛逼的。但是前面的九窑完全是乱做，简直吃不成，让我都觉得可能是骗子餐厅。难吃的点主要是肉又柴又老，而且腥味超级大。但是后面的寿司没有一个有腥味，道道惊艳。而且当时还不是日本最冷的时候，还是4、5月份吧。反正从 Sakai 他的长相和他的情商来说，他确实能拿得到日本最好的货，我是信的。我今年排第4的餐厅是荷兰的米其林2星，这家店我是完全没抱期望的，所以当天也没订套餐，就随便点了2个菜。但是这2个菜的审美完全让我震惊。首先他们店的环境和服务员的高素质，让我以为是像我以前吃过那些米其林3星不会做饭只讲环境，完全不懂吃的店。但是吃到他第一道蔬菜料理，就觉得他们家的蔬菜用料真的是很特别，完全没尝过的味道。而且
整个菜的调味是让我惊艳的，很多味道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并不是简单的酸和咸。龙虾居然在夏天最热的时候让我吃到了我之前在安特卫普冬天最冷的时候吃到最顶龙虾的口感，特别的脆弹和嫩，嫩到都不想用牙齿去咬。里面还有一种水果，口感也是特别牛，也是味道特别牛，具体你们去看一下那个视频。它这个羊肉虽然吃着不嫩，但是味道很高级，而且还带汁，里面的芦笋也特别好吃，大葱也特别惊艳。你们可以具体去看一下这个视频，特别是旁边的土豆泥，就做的真的是很纯正、很精致的味道。我过2天再去荷兰吃一下他们家整个冬天的套餐，看一下到底水平怎么样。反正当时这家店我留的印象非常好，完全是无死角的一家店。在正常认知中，不可能有人像我一样实事求是的吹一个荷兰的店会那么好吃。我今年吃到第2家让我震惊的店就是潮汕的猪肉，正因为它是普通的猪肉，用最没技术含量的烹饪方式吃到最牛逼的味道，所以让我震惊。我可以说，除了我以外，可能有100%的博主都不知道正确的吃法，应该有90%以上的人都没吃过他们真正的实力。反正到时候如果有老会员要去的话，私信问我或者是留言，我告诉你正确的吃法。前面这视频我讲过一遍，不过剪辑了，会员抢先能看到。我不是故弄玄虚，我是要尊重当地人，90%的人吃这家店吃不到他真正的实力。我今年吃过排名第1的餐厅亏送，我吃了4次。它最牛的点就是，我越认为越平庸的东西，它能做的越牛逼。特别是它的烤鸡、鹅肝、蓝龙虾、牛排，还有各种熟的鱼、生的鱼，全部都做到让我震惊。全熟的鸡胸肉居然奇嫩无比，牛排半生不熟居然能吃出金枪鱼大腹的口感，蓝龙虾吃的是脆弹紧实的口感，反正他们家特别神奇，技术食材全部到顶，而且价格一点都不贵。